Hello，歡迎大家嚟到展能藝術在香港網上頻道及資料庫對 Platform 嘅一個國際嘅交流時間。喺呢度咧，今日我哋咧邀請到嚟自馬來西亞嘅共享舞團，同我哋一齊去分享佢哋點樣樣去由一個專業舞團發展去到咧由唔同嘅展能藝術去一齊再繼續發揮嘅狀態。今日咧，我哋好開心請到嚟自共享空間嘅助理藝術總監孔姐跟我們分享。孔姐咧，佢就會用國語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會再同廣東話再同我哋一齊去交流。咁現在我交時間給孔姐，謝謝。謝謝天明老師，大家好，我是洪杰，是馬來西亞共享空間舞團的助理藝術總監。那非常感謝這一次ADA 和香港呢就邀請我們來做這個分享。那我分享這個主題呢，其實叫做攜手共舞。那我們舞團呢，就是有好多年都在做這個你們稱之為展能藝術的一個部分。那我們在舞團自己在做的時候呢，我們把它命名為叫做攜手共舞，就是 hand in hand。好，然後為什麼舞團會開始做這件事情呢？然後其實在舞團做這件事情呢，我們其實是融入了一個叫做傷健一家的概念。傷健一家就是叫做physically handicapped and body able integration 然後為什麼會開始做這件事情呢？其實舞團並不是完全在做這個展能藝術的這個部分的，舞團還是一家比較一般的舞蹈團，就是我們有自己的舞者、自己的行政，我們主要的工作呢，其實是在做舞蹈製作。那在舞蹈製作之餘，也有很多舞蹈教育藝術推廣的一些活動。那還有另外一塊呢，我們就叫做攜手共舞，就是希望用舞蹈能夠讓就是傷殘的社群跟我們健全的社群搭成一個橋樑，大家可以攜手一起跳舞的一個想象。那會開始做這件事情呢，其實是因為舞團的創辦人之一啦，馬敬全老師，他其實在早期從香港念完舞蹈專科過後呢，他其實到台灣去工作。那在台灣工作了之後呢，他也到美國去工作，然後再回到馬來西亞來成立這個共享空間專業舞團。那時候呢，是聯合了另外一位創辦人，叫做葉仲文老師的，所以兩位老師呢是一起創辦了共享空間。那在做那個的時候，其實老師有一個很大的心願呢，他希望舞蹈不只是一種審美的一個東西，他希望舞蹈有更多的一個價值，他希望通過舞蹈呢，能夠讓世界少一個眼淚，多一個微笑。換言之，就是說希望通過舞蹈傳遞祝福給更多的人當然也就包括我們這次着重談的這個傷殘的community。好，然後至於怎麼樣開始的呢？其實我們要從一個作品開始說。這個作品呢，其實叫做坐輪椅的雲。那兩位老師在回來馬來西亞創辦共享空間舞團的時候呢，其實是非常落力在培養自己的舞者的，因為那個時候並沒有太多馬來西亞的舞者能夠到國外去受訓能夠到國外去念舞蹈專科的是少之又少。然後所以呢，大家回來馬來西亞的時候呢，是希望可以用他們的經驗培養在地的一些舞蹈的一些對舞蹈有興趣或者希望把舞蹈變成自己事業的朋友。那從那邊開始呢，他們就培養了一班舞者，然後就成立了一個全職的舞團。那從那邊呢就開始做了一些作品，其中一個作品呢就叫做坐輪椅的雲。這個作品其實是馬敬全老師編創的。他這個編創的作品呢，其實他最主要的對象靈感來源來自於劉霞。可能很多人不認識劉霞可能大家比較認識他的筆名啦，他叫杏林子。他在台灣其實非常有名，他是一個身障的作家。然後他對於台灣的身障的一個福利的一個基礎，做了一個非常重要、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舉動。然後他也成立了這個伊甸基金會呢，然後為很多的弱勢的啦，或者是一些殘障組織做了很多的一個幫助然後做這個作品呢，坐輪椅的雲裡面呢，其實就在講他的故事，說他怎麼樣不會因為自己的身體的殘缺而放棄對生命的熱忱，怎麼樣以他的能力去幫助更多的人就用了這樣子的一個精神來做了一個作品。然後非常巧的是，我們在馬來西亞演出的時候呢，有一位觀眾也是坐輪椅的朋友。
它叫做沈秋香沈秋香非常特别，他其实是台湾人。然后他远嫁来到马来西亚，他其实早期在槟城先创办了一个叫做伊甸残障服务中心的，然后在那里服务了好几年，他又再到吉隆坡来创办这个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然后也到柔佛去开了一个分会。那现在呢，他全力在古晋，然后开了另外一家叫做喜乐双福关怀协会，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地方，大家都可以照顾到这些残障人士。那其中一个观众呢，沈秋香非常非常巧，他是刘霞老师的学生，然后就认识了马老师。那马老师就可能很轻易的跟他答应了说，那未来如果秋香姐您有什么需要舞团或者需要到马老师帮忙的，可以来找他。然后隔了好像没多久过后，因为他们秋香姐他们呢，在这个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里面呢，他们其实每一年都需要做募款的活动的。然后就在那边呢，他们说，我们这次能不能够找马老师跟马老师的舞团来为我们演出，或者来帮我们做些什么东西？然后很多人就跟他说，秋香姐不要去找他们了，他们很忙的啦，他们应该很难请到他们。然后后来秋香姐就说，不是，是马老师带过他的，所以他一定要去找他。那就因为这样子的坚持，然后马老师就到双福的这个机构去认识他们，然后从那边开始在慢慢跟他们越来越深入的了解，然后去慢慢开始以舞蹈怎么样跟这个双福自强发展协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结缘然后在认识了他们的整个组织运作过后呢，老师就想说，其实可以用一个叫做商千一家的舞蹈模式来跟他们一起跳舞。因为他观察到，其实就是他们坐在轮椅上嘛，然后他们要跳舞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够手部做舞蹈动作，就不能够移动了嘛。那想说，如果在舞台上要做演出的话，能不能够有更丰富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变化，能不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跟一些创意的想法？那老师就用了舞团的舞者。然后舞团的舞者都是健全人士嘛，然后就让舞团的舞者成为这些轮椅舞者的双脚跟翅膀，带他们在舞台上走队形啦，做更多的变化啦，跟他们一起跳舞，然后就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就慢慢建立了一个跟轮椅舞者一起跳舞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商千一家的舞蹈方式。然后呢，慢慢的越来越多开始跟他们了解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说，他们其实可以成立一个团队。那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叫做双福表演艺术团队。然后在这个团队里面，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是坐轮椅的啦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作品都只是非常欢乐的。我们希望通过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因为他们毕竟大家都只坐在轮椅上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身体啦、肌肉啦、骨骼的状态都不是很理想。那就希望通过舞蹈给他们多做一点运动，同时也有舞者们跟他们的陪伴，所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快乐然后过后呢，渐渐的，老师在开始给他们做更多的作品的时候呢，然后其中一个作品非常重要，叫做舞出无限希望，其实就是同样的就是共享空间舞团的舞者跟就双福表演艺术团队的轮椅舞者们，再加上创办人沈秋香女士一起同台演出。它里面呢，它用了一首歌叫做 We Are a Part of One World。其实那个作品非常重要，就是尤其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让身障的舞者跟健全的舞者同时唱出这一首歌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要就是向全世界说明了，其实无论我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份子。那我们这边可能先看一个影片。
孔姐，好吸引啊！頭先一路睇嘅時候，啱啱睇緊個演出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啱啱你講過一個情況就係、我哋用舞者專業嘅舞者，佢成為呢班輪椅人士嘅翅膀同埋雙腳，然之後讓佢哋喺個舞台上高可以享受呢個狀態。我覺得呢個嘢好精彩。頭先尤其是睇完個演出之後，我想請問咧，當初金泉同埋中文咧，同緊呢啲舞者去做培訓嘅時候，當佢哋要接觸一班輪椅人士，甚至係輪椅去做舞蹈嘅時候，有冇一啲特別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早期的時候我並沒有參與，不過聽老師他們說啊，老師要必須先了解每一位舞者能夠做到什麼東西，比如說他上半身能不能夠移動啊，他脊椎能不能夠轉動啦，或者他的手能夠怎麼樣啦，然後所以就會有一個跟大家互相了解的一個過程，然後先了解了每一位舞者，過後才把他們一起帶進來，一起做這個舞蹈的創作。所以我覺得這是老師他們在早期在開始了解他們坐輪椅的人是怎麼跳舞的一件事情的時候的一個用心啦。放喺現代舞世界裏邊去睇咧，其實係好有意思嘅，因為好多現代舞嘅舞者咧不斷喺度探索緊，佢哋個培訓一直都係諗緊唔同嘅可能性。所以頭先我睇到嗰啲演出咧好精彩，喺個圖案上高啦，喺嗰個成個作品嘅一致性上高咧，都睇到好多可能性。咁喺呢個作品之後咧，之後係咪仲有好多唔同嘅作品會發生啊？不如請你介紹一下。好的，好的。那剛剛我們看的那個叫做舞起無限希望嘛，然後後來就有越來越多的作品過後呢，然後剛好有一年在應該是2009年啦，然後我們就接到台灣一個邀請，那個台灣的主辦方叫做弦樂之美，它其實是一個身障人士的才藝展。那時候是在台灣舉行，那就邀請了雙福表演藝術團隊到台灣去演出。那我們也是有把這一支舞出無限希望這個作品帶到去台灣演出。然後當然因為第一次代表馬來西亞出國嘛，我們想就是把馬來西亞最有特色的東西帶給國外的觀眾看，那馬老師呢就便用了馬來西亞多元民族的一個服飾跟舞蹈動作，然後呈現了一支叫做馬來風情的舞蹈。那大家可以看到說，舞者們其實身上穿的就是馬來西亞各個不同民族的衣服，然後無論我們是健全舞者也好，坐輪椅的舞者也好，我們都會一起跳舞，然後都會做一些馬來西亞多元民族的一些舞蹈的一些動作，然後呢就是一個很熱鬧的一支舞蹈了，然後就把馬來西亞的多元民族的一個面貌呈現給觀眾，這樣子。好，這個也是有影片，我給大家看看影片。哇！呢個係另外一個好精彩。頭先講咗好多歡樂咧，呢個係更加多歡樂個感覺。頭先咧又係一個好得意嘅概念喎。講緊馬來西亞係一個多元民族，然之後將呢個多元民族嘅文化背景放埋喺呢啲
多元嘅能力上高，頭先嗰個展現係好得意，因為都睇落去嘅時候，既有即係馬來嘅風情啦。呀，是的，是的。其實剛剛我們在影片裡面有看到一位輪椅舞者，那個馬來人，他其實就戴着那個黑色的帽子的。然後他其實很有趣的。那個時候我們到台灣去的時候，因為他是因為車禍，然後弄到脊椎，他就不能夠再走路了嘛。然後後來就在那個表演藝術團待了很久，然後就每次也去跳舞，這樣開開心心這樣。然後可是那一次我們到台灣去演出的時候，我還很記得，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們第一次跟他們接觸，然後也第一次跟他們到國外去演出。然後我們就要充當保姆咯，因為他們不可能帶那麼多人去嘛。然後舞者呢就要照顧他們的行李啦，推他們上上下下啦。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負責照顧他，他其實很感動，是他就抓住老師跟我說，他很感激這次的機會，因為他從來沒有想象到他受傷了以後，他還有機會可以坐飛機到國外去，然後去跳舞給外國的觀眾看，所以他覺得我們自己聽了過後也是非常的感動啦，然後覺得很難忘的一次經驗。藝術真係有好多可能，尤其是有創造嘅時候，即係我哋將自己帶到去更加遠、更加大嘅地方。後來應該共享空間應該有更加多嘅創作係嘛？你會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好，那這個就是跟雙福表演藝術團隊我們一直在做的一些東西，然後其實在裡面呢，我們有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的舞者，就剛才可能在無期無限希望的那個片段裡面，大家有看到那個 solo 的那個男舞者，他叫做鍾峰靜。那個時候呢，我們覺得他非常非常的棒，然後過後呢，就舞團其實有在做一些創作的時候，有刻意把它放在創作裡面。那在2010年呢，馬老師創作了一個叫做《黑白變》的一個長篇現代舞作品。作品大概75分鐘還是80分鐘那樣子，然後裡面有兩個大段落呢是有風景的參與的，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照片裡面那個黑色氣球的那個，對，然後因為作品叫做黑白變嘛，然後整個作品的概念就只能用黑色跟白色，然後有其中一個段落呢是用氣球來做很多的創意的造型的，那老師就給他設計了一個好像眼鏡蛇這樣子的一個造型，然後他就這樣帶着這個氣球跟一起轉動啦跳舞這樣子。然後呢，另外一個段落呢，我們嘗試讓他離開他的輪椅，然後我們在舞台上放了一張 mattress，讓他可以在床路上面跳舞。所以待會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創作啦，就是在考慮到架構之餘，也把他能夠發揮的部分讓他一起來參與。
哇！認識到鍾峰俊呢個舞者，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緣分嚟嘅喎。頭先一開始聽到嘅就可能只係一個好基本，本來諗住歡樂或者即係俾緊一啲唔同能力嘅人士去表演有一個開心用運動下嘅狀態。但係啱啱呢個黑白變係一個好有藝術性，甚至要將佢帶喺個地下度，然之後讓佢個肢體去喐動，係一件好大好大嘅探索，而且頭先佢話好 muscular，即係嗰個身體真係好努力去表演緊呢樣嘢。究竟喺當中幾位老師佢哋係點樣同佢去 work 㗎？他其实他自己本身有学那个国标舞，然后他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训练了的。然后可是当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能够融入不同的作品里面嘛，然后就用这种这样子的概念去引导他。所以大概刚才在影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在2个作品的那个呈现跟那个形式，那时候也很有趣。然后他很好笑，就是我们在揣摩那个黑色气球，他其实演的是黑蛇。就是圣经里面那个黑蛇的那个角色，然后所以他有时候他自己在排练场，他自己就会投入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很难得的是，因为我们舞团其实是在2楼，然后我们没有电梯，所以他每次要来排练呢，他都需要从下面撑着楼梯这样爬上來。但我覺得他也很厲害。所以我頭先嗰個佢會喺個輪椅上嗰個黑色嗰個狀態咧，唔怪之係國標舞，即係拉丁舞，所以佢個身體嗰種妖豔嗰種感覺，好清晰，做得好好啊！我諗喺嗰個過程當中，大家花好多功夫，互相去互相去合作，互相去溝通啦。然之後咧，好似能力已經唔再係一個限制，似乎嗰個表達上都會多咗好多可能性。是，尤其是他在那个在床路上的那一段，因为他们本身长期坐轮椅，他们后背其实很多伤口的。然后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有就是有一些伤口他比较难痊愈，因为他毕竟下肢坐着嘛，然后又没有什么又不怎么能够运动，那肌肉基本上那个血液循环非常的不好，那他们伤口其实很难愈合，所以有些时候会注意到，他怎么好像今天好像会坐歪一点啊，或者是为什么躺下去的过程那么慢啊，然后我们就慢慢了解到，原来是因为他有一些伤口。那老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会一直在不断的询问他这样子 OK 吗？这样子会不会弄到那个伤口？这样子会不会痛？或者是你这样子做这样可不可以？就一直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去摸索。所以我想請問你哋係咪一路以嚟都係主要係同一啲喺輪椅活動嘅人士去跳舞啊？定係會探索緊唔同可能性？早期都一直是轮椅啦，好像其实我们看到双福表演艺术团队里面，他其实也不全部是坐轮椅的，有一些是可能是小儿麻痹症，他其实还是可以走的，只是他走的一拐一拐，或者是有一些是玻璃娃娃，他就可能跌倒啊敲到他就会断掉啊手还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在编排的时候，就是让那个构图跟整体完成的时候，我们想大家都坐上轮椅，我们可以怎样去玩这个丰富的一个变化，这样这个就是早期老师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的一些构想然后包括到后期的一些作品都还是这样子。然后舞团一直以来，就算到现在，还是比较着重在做轮椅舞蹈啦。然後因為這個是我們比較在行嘅，也比較有經驗去做這件事情。理解，因為我頭先睇緊你就係運用輪椅嘅時候，你哋有好多可能性，甚至嗰個想像空間，嗰輪椅唔再係一個實際就咁喐動嘅輪椅，佢可以係一個大嘅佈置，佢可以係一個大嘅工具，然之後等人去睇嘅時候，嗰個實相唔再係純粹係一個功能性嘅東西，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創作可能。係，我見到之後你哋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喎。是，然後當然就是這個就是跟風鏡合作的一個部分啦。然後當然除了黑白變以外，它其實還有一些小品，挺不錯的，就包括這個叫雕塑的，雕塑是一支純現代舞，然後就是一個純動作的，就是用很多動作去堆砌，然後就盡量玩它的可能性，讓它怎麼樣去轉動啊，怎麼甩啊，怎麼在構圖上跟舞者們一起去搭配這樣子。然後當然這個都是在馬來西亞做的部分。那其實後來我們非常有幸啦，就是在那個2009年，我們到台灣去演出嘛。然後那個時候雙福的創辦人沈秋香呢，就帶我們回了他的老家。他的老家其實在彰化。彰化呢，其實那個時候早期的時候啦，有一個狀況呢，就是那邊患上小兒麻痹症的孩子特別的多。然後以前呢就有一個美國來的護士叫做馬喜樂的
马喜乐这个阿嬷了，我们叫她阿嬷，她来到台湾呢，在彰化的时候呢，就看到怎么那么多的孩子在地上爬。后来他了解了，发现原来是因为这些孩子都患了这个小儿麻痹症，那他就把他们都带到一个中心里面呢，就让他们做训练，然后让他们训练他们的身体，然后鼓励他们穿义肢，可以学走路，然后也让他们受教育，然后过后呢，就在他这个保育院里面啦，然后就培养了非常多的一些的人，因为他们有机会受教育嘛，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可以跟一般的人有竞争能力。那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陈忠胜执行长，他其实是当了医生，然后后来呢，他成立了这个叫做庇护工厂。它叫做喜乐爱家杯庇护工厂。那这个工厂里面呢，它就是提供职业训练跟这些技能训练，让更多的这些小儿麻痹症的孩子都有一个工作可以养活自己。然后呢，在这些孩子当中呢，有一些是喜欢跳舞的，那他们就给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极限轮椅舞团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也很有趣。那我们2009年呢，就跟秋香姐回到他老家去看了，然后大家就用舞蹈来欢迎我们哦。然后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舞蹈，我们是吓死，因为他们是跳 hip hop 的，然后呢就那几个壮汉很大只，然后过后就坐在轮椅上，然后整个人倒立起来，那个轮椅是在天上，手在地上那种，所以我们是第一次就被吓坏了。然后过后渐渐的接触了以后呢，后来陈执行长是说，希望可以跟舞团有更多的合作，然后因为他们发现到他们其实跳这个 hip hop 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受伤，因为他们都坐在轮椅上嘛，所以有时候那发力啦都会受伤。那就有邀请了马老师，可不可以教他们现代舞，让他们可以更多元的一些舞蹈的方式？那这个计划也谈了几年了，然后老师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去演出的话，它意义不大。在了解了他们整个喜乐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故事以后呢，那马老师就为他们做了一个舞剧，让他们整个庇护工厂的朋友们都一起参与了，包括就是坐轮椅的啦，包括就是小儿麻痹症的啦，包括就是那些可能就是学习障碍的孩子啦、自闭症的孩子啦，大家都通通参与进来了。那个作品呢，就是叫做在台语呢，它叫做“够狗几下阿嬷”，就是再叫一声阿嬷的一个名字啦。它其实就是用了保育院的一个故事，因为阿嬷已经没在了，已经过世了。怎么样在通过这个作品跟阿嬷讲，阿嬷你看不看到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努力做的事情？在诉说整个保育院到庇护工厂到现在他们未来想要做玻璃欧家园的一个故事线。然后这是第一次跟他们合作了，然后就做了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舞剧。其实他们筹款筹了很多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做筹款的一个工作。他们都已经筹到了的，只是要在更多的经费去营运嘛。那就我们陆陆续续在2016年也在跟他们继续做的另外一个作品，也算是给阿妈的第二封信。所以第一封信就是第一个舞剧嘛，叫做《过给下阿妈》。第二封信呢就叫做因为有你，相信有天使。就是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阿嬷，一起去扶持这个喜乐爱家杯的这个庇护工厂跟这个小儿麻痹症关怀协会。那我们也很有幸的，就那个时候跟他们合作了过后呢，在台湾、在南美洲巡回演出，然后为这个玻璃欧家园这个募款。然后当然有其中一站，他们其实来到马来西亚，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待会可以跟大家再说说。那除了跟极限轮椅舞团这几个壮汉呢跳舞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舞者叫做林秀霞的。他其实呢，他也跟风镜一样，他也是跳国标的。可是呢，他代表台湾到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去参赛，他拿了非常多的这个轮椅舞蹈的冠军，所以我们叫他舞后，就轮椅舞后。然后后来他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就看了我们给双福拍的那些作品，他就非常的喜欢。那有一次呢，他就跟马老师说：“马老师，你能不能够为我编一支舞吧？”然后马老师就记得这个东西，就记到，然后好多年以后，然后终于有一次机会了，然后就邀了秀霞来马来西亚一起合作，然后合作之余呢，就是他会跳他的国标舞的演出，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做一些突破性的演出，那我们马老师就给他拍了一个叫做跨越的作品。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呢，他就坐在轮椅上之余呢，他还可以就是要站起来，然后要爬到舞者的身上，然后舞者怎么样把它甩来甩去。其实接下来这个作品更加重要，接下来这个作品叫做携手。携手呢，其实马老师很大胆，让他不再坐轮椅跳舞，让他拿拐杖上来跳舞。
为什么会用拐杖这个概念呢？因为其实秀霞在马老师在跟秀霞做更多的分享跟了解的时候，他有发现到，其实秀霞一直觉得拐杖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符号，他觉得我拿拐杖出去，人家会怎么样看我？所以他其实不太喜欢用拐杖的。他有一只脚已经肌肉萎缩了，所以变成他没有办法就是很正常的行走，他必须要靠拐杖才能够走动。然后过后老师就觉得说，哎，能不能够换一个方式去看待拐杖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是你的朋友，他可以带你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呢，就通过这个作品让秀霞拿拐杖上台跳舞。然后就也因为这个作品，他其实自己对拐杖有非常大的改观啊。后来因为他跳了这个作品以后呢，他回到去台湾，他在台湾跟很多的人分享的时候，他这样说，其实他才发现到，我一直觉得拐杖是我们一个不好的一个符号。他没有想到，哎，把这个东西带到舞台上去跳舞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在于他自己本身，他做了一个转换，也让他看到说，哎，其实拐杖是帮助他走向更多地方的一个东西。哦，比如说因为他坐轮椅很多地方是去不到的，可是他拿上了拐杖，他爬了台湾最高峰，那个台湾的玉山，然后他爬了马来西亚最高峰，爬了金纳巴鲁山。然后后来跟很多朋友讲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没有爬过这个金纳巴鲁山，他已经爬到山顶去了，拿着拐杖这样子就上去，这样子就下来。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给他的这个意义其实还蛮重大的。对。然后可能我们可以先看看一个影片，然后我们再稍微聊聊其他的部分。好，这影片其实就是我们到南美洲去巡演的时候的一个影片了。所以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跟喜乐爱加贝这个极限龙舞团合作的一些部分，也可以看到秀霞跟我们合作的一些部分。好。哇！睇呢啲片就好令人感動啊，因為我睇緊諗緊好多藝術家咧，一直以嚟佢哋嗰所謂藝術嘅生命都係一啲佢自己想做嘅一啲事，可能都係一啲個人啲嘅層面嘅事啊。但係啱啱睇到金泉佢哋做緊嗰啲創作，其實係關於一班比較弱勢啲嘅朋友，佢哋嘅幸福，佢哋嘅將來嘅事，籌款啦，希望多啲人關注啦。甚至對於秀霞嚟講，林秀霞嚟講，將佢對於對拐杖嘅嗰一種可能比較負面啲嘅印象去逆轉，其實係好唔一樣，即係好令人感動喎，真係。是，就這個是我們在相信一下的模式下磨合出來的啦。然後當然老師也是有給他們排了很多自己的獨舞啦，尤其是秀霞。我還記得有一支作品，我這次沒有放進來的，它叫做月船。就是去月亮的船，就是那個月船就是他的輪椅，
好像一个马老师在舞台上就把这个轮椅变成一个他的摇篮啊，怎么样躺在这个轮椅上面睡觉，然后坐上这个轮椅过后就遨游这个世界。所以喺好多個唔同嘅可能性當中，啊能力上高係有好唔一樣。我記得我哋之前傾偈嘅時候咧，都有講過就係、其實可能我哋喺華人社區一直都諗緊就係、一啲身障嘅朋友，即係可能即係肢體上高有困難嘅朋友，佢就係跳某一類型嘅舞蹈。但係其實喺國際嘅大氣候裏邊咧，其實根本都冇人去咁樣諗嘅，即係冇人會劃開話呢啲就係叫做身障嘅舞蹈，呢叫共融舞蹈。然之後另外呢啲就叫做現代舞創作。其實現代舞創作係包含咗所有嘢。咁呢個啱啱喺咁多個作品裏邊，你哋係好能夠去呈現呢啲可能性出嚟。对对对，其实也很难去区分这一块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身体有局限、有限制，很多东西做不到。可是马老师每次就在说，就是有限制、有局限才好玩。我们去找那个可能性。有时候这个东西他做不到，可是我们总可以找那个更好的方式，让他们在舞台上去呈现。我覺得這每次在跟他們合作的這個模式上，都學到非常多的。我諗你同阿馬老師佢哋一齊去工作嘅時候咧，應該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背後嘅心得嘅。你有冇覺得咧，佢有啲乜嘢特色，即係同呢一班譬如輪椅或者身障嘅朋友去合作嘅時候，頭先你講咗啦，可能花好多心機、好多耐性同佢一齊去探索。你有講過脊椎嘅喐動，或者佢唔同嘅可能性嘅喐動，仲有冇其他？譬如佢有咩嘢佢一定會去做嘅，一定會去關心。其實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就是跟他們做朋友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因為他們其實很多時候他們不太敢跟我們說話的，他們就是我們去跟他們排練，他們就乖乖坐在旁邊，這樣開始了，然後我們就抓他過來，這樣，然後慢慢熟了以後呢，他們其實就會比較敢，我們來的，他們跟我們打招呼啦，然後會主動跟我們說話啦，然後我覺得那個過程其實很奇妙的，就好像我有時候會出去，我會覺得我跟他們出去的時候，就有一些朋友說，怎麼你會有那麼多身障朋友的，就是身障族群的朋友？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因為我跟他們一起跳舞啊，然後我就比較認識他們，然後就知道他們的心理狀況過後，他們也願意跟我們分享。然後有些時候我們就互相在講話的時候，其實就很跟普通人一樣，我們也沒有說特別要去遷就他、照顧他的情感，就什麼這樣，我們就每天就是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就有時候就是會挖苦對方啦，然後就很自然的一種說話方式。我覺得那個是更加難得的，因為他們可能沒有那麼多人願意去用這樣的方式去對待他們。反而會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會挖掘到更多他們內心或者他們比較不太願意跟人家分享的東西。可是這個關係有了過後呢，然後舞者們在舞台上就會跟他們就有一個陪伴的感覺。很多尤其是很多表演藝術團的朋友呢，就是在雙湖表演藝術團的朋友，他們其實並沒有真的上過舞台，也沒有很好的接觸一些訓練，就可能就有演出了，我們這2個月來做一個集訓，每個星期來2天這樣子，然後陪伴他們這樣子練舞，然後把那個作品拍好，帶他們去演出。可是那個過程裡面，他們其實沒有說很紮實的去訓練基本功之類的東西，可是能夠在舞台上，他看到舞者跟他一起跳舞他就至少他很心安，他不會慌。就我覺得那個 chemistry 是很微妙的就那個過程其實很重要。好開心聽到呢個感覺，因為頭先講緊即係大家之間可能本來都覺得彼此有啲距離，但係就因為可能喺合作去跳舞嘅時候，大家嘅隔膜打破咗，好似比較再平等啲，即係嗰種感覺，即係你頭先講話，即係同挖苦對方笑下大家，然之後成為一個好平等嘅朋友，其實係唔容易嘅，因為可能本身身體有障礙嘅朋友，佢哋自己都有一個睇法，而我哋都有另外一啲睇法，而之間如果可以通過喐動，通過舞蹈，通過表達嘅合作咧，係真係可以帶嚟好多新嘅可能性。是，然後尤其是我們剛才講到去巡迴演出這件事情嘛，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因為他們平常
用的轮椅跟跳舞的轮椅又不一样，然后他们还要带行李，然后我们就要很多东西要带，然后过后非常好笑，就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轮椅当成行李托运，这样把行李全部放在轮椅上面推，然后去到当地的时候，可能就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要去哪里这样啦，我们就想办法带他们去，或者是大家就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去克服这个困難，怎么样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後尤其是在馬來西亞演出嘅時候，我覺得也是很感動。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empowerment，即係俾緊佢哋都會知道，其實佢唔係永遠都要等人幫，佢哋可以做到多啲力量，佢有唔同嘅貢獻，而且佢哋本身佢哋有佢嘅獨特嘅特色喺度。頭先睇到好多個舞蹈咧，佢哋有好多特色同埋好多笑容，好大嘅生命嘅力量。呢啲其實喺唔同嘅藝術裏邊都係值得要去展現，值得要去表揚出嚟。頭先聽到有啲就喺台灣啦，跟住又有去到南美啦，去唔同嘅地方度交流啦。跟住咧下一個咧，你想分享嘅應該係關於日本嘅交流。對，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到了比較後期的啦，然後這個其實都是在大概在2018年以前我們在做的一些作品，然後在2019年開始呢，其實我們接觸到了另外一個單位，其實也是非常感謝香港就是CCDC 的朋友啦，應該是 Kevin 就介紹了，就是他在日本呢有一個單位叫做 Big Eye 的，就是這個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它其實是在 Osaka 在大阪，然後呢就通過CCDC 就認識到我們，那時候他們在製作一個叫做Breakthrough Journey 的一個舞劇，然後呢他們的概念呢其實是想通過藝術共融，讓人家看到就是身障朋友跟健全朋友一樣擁有藝術才華，一樣需要一個平台跟一個 platform 讓他們去呈現這樣子。然後大概在9月份的時候呢，我們就在吉隆坡這邊做了一個 audition， 然後我們 audition 的時候呢，就其實公開招聘呢只是普通的舞者跟身障的舞者，那個時候呢，我們就認識到了這位舞者，我們看看下面有一個22號的那個女生，對，她叫做 Nerosha， 然後我們再通過這次 audition 認識了她，然後 Nerosha 她自己的經歷也蠻特別的，她也是長大了過後，然後出車禍。然後過後呢必須截肢，然後截肢了過後他就必須坐上輪椅，然後可是他非常愛跳舞，然後就他知道有這個 audition 的時候他就來嘗試，然後我們在現場看到他非常的大膽，我們一般上就是看到一個只有一隻腳的人，然後站也站不太穩這樣，然後他可以在地上打滾，他可以一個人跳起來這樣，所以我覺得他們非常的大膽，然後後來在 audition 過後我們就選上了他，就跟舞團的舞者一起去配合完成一個作品，然後在這個Breakthrough Journey 這個舞劇呢，其實它很有趣的，就是導演會跟每一個不同的參與的單位說，你必須要編一支舞，你是代表你自己的國家的，然後就是一些可能會有在一些劇情裡面，或者是凸顯你們國家的一些文化的東西，然後其實都是它整個劇本裡面的一個 pocket， 然後過後它最後會把所有的 pocket 串在一起變成一個 dance drama，所以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程啦，然後我們選上了這個Nerosha過後呢，我們就開始跟他排練然後10月份排練，11月份準備好了，因為那個演出其實是在2021年的1月份，然後呢，在臨近的時候呢，就收到消息說，到日本 lockdown 了，就變成我們也沒有辦法進到日本去，然後可是那個時候呢，日本的製作團隊跟導演團隊呢就非常的有心，他就馬上聯繫了我們，就希望說，你們不能夠來參與，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把你的段落演出。那我們就在12月份的時候，我們就把這個作品拍攝了下來，然後就 send 給他們，他們就在那裡找了舞者學了這個 choreography， 這個 choreography 是鄭文老師的 choreography 的。就學了這個 choreography 過後呢，他們1月份也是照樣演出，他們又把這個舞蹈跳，可是有稍微做改編啦，就因為他們沒有輪椅舞者嘛，然後我們Nerosha也沒有辦法跟我們一起過去，那他們就稍微做改編，然後就還是讓這個作品能夠完成演出然後我覺得那個 determination 要完成這件事情的那個精神，讓我們非常的敬佩。那在演出完了過後呢，然後時隔1年了，我們就覺得原來這個計劃應該告一段落了，我們可能沒有機會再繼續做這個活動了。可是隔了1年過後呢，他再次聯繫我們，他說我們上次演出我們拍了一個很完整的影片，然後他們希望可以我們身為其中一個合作的一個單位，能不能夠在吉隆坡也辦一場就是這個影片的播放會，讓更多人可以看到這個作品。
然后，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连线，就是在吉隆坡这边，然后就通过连线，我们跟新加坡的一起，跟日本的一起，在线上也在实体双方一起在做这个分享，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分享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各个方面都要兼顾到，然后比如说，诶，他们有一些是听障的朋友，所以我们必须要请一些 sign language 的 interpretation 的。然后同时他们又说日语，然后我们需要打上英文的字幕，然后我们说英文的时候，他们又必须出现日语的字幕，所以就变成那个过程，而且它是一个 live，所以变成那个整个工作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繁琐的。然后后来就在 Big I 的这个指导下，我们也成功的完成了这件事情。那个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去接触到原来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这么多的东西需要兼顾，可是它并不是成为我们不去做的一个理由，反而是成为他们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做到的一个 determination 的一个展现，我们觉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们以为那分享会过后呢，他就跟我们说，哎，他希望在2022年也可以再一次演出这个作品。那演出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希望当初第一次首演的时候，没有办法来的国家跟团体都可以一起来。那我们当然想说，我们当然要去啊，那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就在5月份他们决定重演了过后呢，我们就开始排练，对，开始排练，然后开始准备，然后后来在10月尾的时候，我们就到日本去演出。然后那一次在东京演，他首演的时候是在大阪，在 Osaka，然后这次重演是在东京。第一天抵达了过后呢，我们就会跟所有的演员一起见面，然后我们就第一次见到我们在影片里面见到的人，或者在网上见到的人。因为都没有真实见到过嘛，然后就都是通过Zoom meeting 或者是 online 这样子看影片认识的。然后第一次80个演员大家一起集合的时候，那个感动真的很很很难忘，对。而且那个全体演员的 briefing 完了之后呢，然后他们日本人也非常的有效率，一解散马上就开始排练，然后会移到剧场里面，然后在剧场里面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个 briefing，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再次见识到日本方在制作整个事情的时候是多么的严谨的。我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影片哦，然后这个是在我们做 briefing 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非常的有趣。为什么用有趣来形容它？等下我们看了我们再跟大家说。But please don't be afraid to be on stage and then just enjoy そうなんか being 一 on 人一人 stage. が些細な失敗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しても、もうこの作品の面白さはもう絶対に揺るがないっていう自信があるので。Yeah, even if you make a little mistakes, that's the overall joy.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嘛，有来自新加坡的，然后新加坡也是有一个是听障的朋友，然后过后然后我们又不会说日语，然后过后现场的人又不会说英语，所以然后每一次大家在给，尤其是导演在给任何的指示的时候，都需要有现场的英语的 translator 帮我们翻译，我们听得到 OK， 可是我们有一个听障的朋友，他就需要找一个 international sign language 就翻译成英语的一个的手语，让他们听得懂。可是日语的手语跟国际的手语又不一样，它又需要找一些日语的手语在现场来做翻译给日语的听障朋友听，他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那个过程非常的有趣。然后它其实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很麻烦，太多东西需要去考虑了。可是他们都做到面面俱到，让所有的人都被照顾到，所以我们觉得那次的经验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是，然后过后呢，我们也在正式演出之前，我们在舞台上也同样的带领着大家一起完成了走位啦、对等啦、联合彩排、总彩排到演出。因为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身障朋友，每一支的团体其实都有身障朋友，各个种类的不同的残疾状况，比如说有些是肌肉萎缩，有些是过动儿，有些是自闭症，有些是学习障碍，然后有些是好像年若霞这样坐轮椅的截肢的，然后还有很多是听障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各个不同种类的朋友，大家都集合在舞台上去完成这件事情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然后更重要的是在演出进行的同时呢，他们其实还配备了就是日语的字幕，还有就是手语的翻译，还有就是语音的这个辅听。
就是用 sound audio description 来解释整个演出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来的观众里面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种类的，包括听障的朋友，包括是有视障的朋友，然后所以他基本上都做足了这些准备，让各个不同类别的人来到这个剧场，他都有办法知道舞台上在发生什么事情。是，然后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尤其是现场还有，因为我们在后台也准备演出嘛，然后敬泉老师其实是在前台看整个准备的过程的。然后他就看到，其实观众来呢，有一些是进来的时候呢，还是带着那个呼吸的那个辅助器，所以那呼吸辅助器会有那种哔哔哔哔，然后一直呼吸声很大的那种仪器进来嘛。可是观众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各个不同类别的生命的灵魂，大家一起聚集的一个作品，包括观众，所以大家给予的那个能量，那个契合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算好像机器在观众席发出这么大的声响，没有观众是会觉得很烦还是什么这样，大家都在成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我们就是因为那次在日本经历了这件事情过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好像可以在马来西亚，我们除了轮椅舞蹈，我们可以做更多。然后尤其是在舞台上，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是听障的朋友，可是那个舞蹈又快又准确，然后你又觉得说他们怎么样做得到的？尤其是女主角从头到尾一直在观察整个剧情，而且她又听障，她又听不到，然后上去她也没办法带助听器，然后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我们在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幕后的制作花絮里面，我们看到原来他们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巧思安排在里面。舞蹈真係喺每一個人身上高都可以發生，唔係純粹係一啲專業嘅舞者。頭先睇到有好多可能性，嗰啲你話小考師係咪佢哋數緊拍子，拍緊個身體，喐手指，你係點啊？對對對，因為我們其實作為觀眾，因為我們第一次看的時候是看影片嘛，你完全不會知道那件事情的。可是你去到現場的時候，你發現到原來這麼多聽障的舞者，他們動作又那麼快，那麼多，又那麼精準，他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後來才發現，或者是一些健全的舞者，讓他們在舞台上怎麼樣去幫助這些聽障的舞者去完成他們的演出。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商經一家跟藝術共融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怎麼樣去結合雙方一起去完成那件事情。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看到他們做那麼多，包括從 interpreter 的安排，包括他們怎樣技術上的安排，所有的東西可以在同時發生，然後怎麼樣去安排讓身障的朋友在舞台上可以安心的演出。所以我覺得那份用心是後來也啟發了我們，讓我們想回來馬來西亞我們可不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東西這樣子。你翻到去馬來西亞嘅時候，你哋會想做多啲乜咧？即係最關注係啲咩咧？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其實想說，我們想做，除了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在做輪椅舞蹈嘛，那麼覺得說，是不是可以嘗試一下不同的族群呢？然後我們回來過後呢，就做了一個叫做無限可能的一個共融舞蹈工作坊。其實還是主要是針對就是唐氏兒跟輪椅舞者啦，因為我們也沒有太多的經驗去 handle 各個不同種類的特殊兒童，那我們就開始就好，那我們就從唐氏兒開始，那我們就在這個工作坊裡面呢，我們就邀了一些唐氏兒的孩子一起來跟我們跳舞，然後也非常可愛，非常非常開心的一個經驗。然後那次的反應過後，讓我們覺得說，其實可以把這個攜手共舞這個概念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一個對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我們想要說，通過攜手共舞這件事情，不再只是單純跟他跳舞而已，不再只是舞團的舞者跟他們跳舞而已，是希望可以邀請大眾跟他們一起跳舞，就是通過舞蹈，然後怎麼樣做朋友，更加互相認識。然後我們就希望在未來可以再更多的再去做這個部分。這邊也是有一個小影片，大家可能可以看一看，就是這個是那個舞蹈工作坊的一個狀況啦。因為我們以往都是做輪椅舞蹈嘛，然後這一次是除了輪椅舞者以外，還有這些很多這些唐氏兒童，然後他們真的非常的可愛，然後我們也是第一次的有這個經驗，要怎麼樣去跟他們分享這個舞蹈的部分。
我見到 Neurosa 都喺度係嘛？是，因为我们有办这个活动，他也尽量想要来参与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呐。比如说，未来如果是想要再做更多给他们的一些舞蹈作品的话，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去带他们这样。也是就后来就慢慢在想说，未来还可以做些什么东西，然后就通过他们这次的经验，我们就觉得，可以在不同的族群用不同的方式去带他们来舞蹈这件事情，然后。然后在同年呢，也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因为舞团会长期会做一些舞蹈作品的嘛，就是这个呢是叫做向前有路这个作品，其实是去年7月份我们在吉隆坡发表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是马老师跟叶老师编创了，然后他的创作里面其实是要说舞团在疫情之后我们坚持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携手共舞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在作品里面也让纽下来跟我们一起表演，然后除了纽下以外呢，还有一位就是特殊的儿童也不是儿童啦，其实已经20多岁了，就是我们常会叫他孩子，因为就是他其实本身是学习障碍，他有学习障碍，可是因为他很爱跳舞，很爱跳舞，然后他的母亲就有问马老师说，可不可以让他有这个机会来舞团学习？那其实他在舞团也快2年了，我们就一直在给他，除了培训他一些在舞蹈上的东西以外，还要教他一些生活上的知识啦，让他怎么样去跟人家接触啦，跟人家说话这样。然后，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尝试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是希望，因为他很喜欢跳舞，可是如果他不跳舞的话，他以后也不懂可以做些什么东西。他妈妈就说，能不能够让他有机会，未来可以以舞蹈成为他的事业，以舞蹈成为他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通过跟他这一次的这个培训，可以让他未来也可以通过舞蹈自力更生。这个就是我们暂时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前一阵子呢，我们在跟台湾两厅院的刘一如院长有在他做一个分享会，那他其实有分享了一个叫做轻松自在场的这个概念，然后其实那个概念就是说，让在场的观众呢，其实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一场我们不会是比较特殊，就不会像正规的舞蹈演出说是 totally black out， 大家是看不到的，甚至都看不到，然后就大家进来了就不可以动那种，然后这一场呢，我们就针对特殊的儿童，可能就是过动儿啦，或者是一些小孩子可能会很多问题或者是一些年长的人，他需要看到一半他需要去上厕所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场内呢会保留一点点的灯，就是在演出进行的时候，它不会是完全黑的一个状态，就让孩子们有一个安心，然后让年长的人呢，他要进进出出也方便，也看得到楼梯，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轻松自在场的概念呢在我们这个演出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然后其实反应也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现场观众孩子的确是比较吵的，然后过后因为我们在演出开始之前都有跟观众先宣导说，这一场是比较特殊的，大家其实有心理准备，大家在买票的时候都知道这一场是特别的一个叫做轻松自在场，然后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可以包容场内发生的所有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马来西亚也算是蛮新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也尝试接近，然后可以让这个艺术共融这个东西在剧场能够在马来西亚更多、更加盛行、更加普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刚刚去年11月，然后也是同样跟 Big I 的这个单位在继续合作，然后他也邀请了叶老师带着 Neurosa到日本去办一个工作坊，然后跟他们分享，我们这边做一个轮椅舞蹈的一个创作的方式，所以也就非常有趣，到那边去做一个工作坊，然后那就在那里呢，那个制作人 Kyogo 也有再一次跟叶老师说，他这一次他还是希望再办多一次 Breakthrough Journey， 因为他希望在明年可以再办，因为前年办的那一次，香港跟台湾没有参与到，他觉得希望下一次办的时候，所有参与的单位都可以在场，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是，那就综合了以上的一些分享，就包括不同的作品然后在不同时期的一个经验，让我们也提升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跟可以做的东西。以后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在问 What's next，
那其实呢，在今年的跟到未来的一个计划上呢，我们是希望可以通过更多的一些分享，更多的一些携手共融舞蹈的一个工作坊。然后除了舞者以外，我们希望可以真的邀请到大众来跟身障朋友们一起跳舞。那我们今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因为舞团自己本身有一个 Dance Academy， 然后我们这次也邀Nerosha跟舞蹈学院的孩子们一起跳舞，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跟身障朋友有一个接触，让他们做朋友开始，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更深的了解、更认识。所以希望未来也可以更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发生，这样。太好啦，謝謝孔姐，剛才有很好嘅分享，你有好嘅分享，去等我哋睇到，其實喺個舞團嘅專業發展裏邊，有好多嘢係可以唔係純粹係聚焦嘅，佢可以不斷擴大，然之後睇到個藝術嘅力量係有幾大。頭先講個 breakthrough journey，我好想去睇啊！即係如果你出年真係要你一齊去做嘅時候，我一定要去知道，因為嗰個當中嘅學習就唔單止係睇到你哋嘅演出，睇到日本嘅朋友演出，睇到我哋亞洲區嘅好多唔同嘅朋友演出，係嗰種係一齊嘅嗰種力量。因為藝術可能係唔係純粹係一個人嘅表達，係人嘅權利嚟嘅。我哋點樣可以去參與，點樣去欣賞，點樣睇到唔同可能，其實都係一啲好嘅事。所以頭先你講話，即係嚟緊你哋喺個學校裏邊都可以等多啲人同 Nerosha 去節目，係好值得去推動嘅事。除此之外，我们也因为有在做一些社区的一些艺术计划，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作品完成了过后，能够带着这个作品一起在不同的社区计划里面去进行，让更多人看到。所以我觉得，舞蹈其实不再只是审美的这个价值而已，它其实不再只是艺术的这个价值而已，它可以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起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尤其是当舞蹈跟大家一起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经验是非常难得的。係啊，同埋頭先講緊好多次係講緊就係人與人之間嘅交流，點樣去發掘更多嘅可能性、更多嘅潛質。好欣賞即係喺共享空間唔同即係金泉啊、中文啊、你啊可以做到嘅嘢，佢哋去做嘅工作，而嗰種耐性、嗰種心機係其實源於我哋對人嘅尊重，對於每一個人嘅一個生命嘅力量嘅尊重。所以我諗今日我哋可以好學習到嘅就係喺唔同嘅層次當中，可能一開始你哋10幾20年前一開始，其實可能只係想令到佢哋可以有多啲運動，可以有多啲快樂，有多啲可能性，去到慢慢去實現緊唔同嘅人嘅夢想，去將佢哋嘅興趣再發揮，去見更加多可能性，跟住去將佢哋本身對自己嘅一啲限制去破除。呢啲全部都係喺藝術裏邊去呈現出嚟。我諗呢個力量真係今日幫助到我哋去睇到，其實有更加多可能性。因為我相信睇我哋呢個影片嘅朋友，佢可能係而家已經係藝術家，佢可能係好有唔同嘅能力嘅，佢亦都有佢唔同嘅信念、唔同嘅抱負。但係喺馬來西亞共享空間，你哋嘅努力裏邊行咗嘅呢一條路，可以俾佢哋有更加多嘅參考、更多嘅睇法，所以係好好。咁好多謝你嘅分享啊，孔姐。你今日用咗一個最親切、最友善嘅方法提醒我哋，即係你用你嘅以身作則啊，去令到我哋知道，其實當我哋要去推廣藝術，當我哋要同更加多人分享藝術嘅時候，要用呢一種嘅心情。多謝你今日當我係一個好嘅朋友，去同我分享咁多你哋嘅經驗，實在太好啦！好希望呢啲古仔令到更加多人會知道，然之後亦都可以令到我哋身邊嘅社區有更加多藝術嘅力量。謝謝你哦，我哋再謝謝大家，謝謝老師。謝謝。